帶大家朝聖一下世界最美 7-Eleven， 蓋像一個寶塔一樣的 7-Eleven。这个瑞典的國民飲料，巧克力牛奶，太好喝了！這個是瑞典之光啊！配上斯德哥爾摩的早晨，敬大家一杯。哦，他們這個地鐵路線真的是和迷宮一樣啊！哦，很漂亮，是很漂亮。哦，這個真漂亮。這個藝術家所繪製的，但是呢，搞得跟迷宮一樣，它有紅色、綠色跟藍色，然後呢，還有什麼城市列車，全部都是匯集在這個地下道裡面啊。還有它這還有當初這個工人施工的這個殘影還留在上面。總共有10個不同的線路、不同的方向。那這邊是往北邊的，所以說如果你要往南又要紅色的話，你就要去樓上。啊，很複雜。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啊，反正就是這樣子，要研究一下。找到了，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我們今天要搭渡輪，因為我們那張票券啊，它是連渡輪都可以搭的啊，那當然是物盡其用啊，對不對？1600塊錢都花了。哇，我們終於來到了河岸旁邊啊！這運河的畫面非常漂亮，遠方還有那個類似宮殿城堡般的建築物。我們現在就要去那邊搭渡輪。我們現在就要搭這個渡輪去此行啊，最重要的一個篇章啊，也是我期待已久的瓦薩沉船博物館。後面這個地方就是渡輪碼頭，然後這裡有個地圖。我們等要搭船搭到歐曼納，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Slusen 82號，好不好？82號才能到。我們要去的瓦薩沉船博物館就在這裡。未知的海域，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哦，那邊有個城堡啊，以前那個是不是一個碉堡之類的，鎮守住這個海峽？然後前面這位老爹呢，他背着他的小孩啊，他們剛剛是一家人啊。然後呢，那個媽媽想要去裡面坐，但是這個爸爸呢，可能跟我一樣，對大海呢充滿着這種興趣，所以說他決定自己一個人待在外面看啊。剛剛稍微起了一點口角。這艘船呢，它是雙向動力的，它不會掉頭啦，它就是這樣過去呢，然後馬古回來啊，它是直來直往，它不會轉頭的。哇，這個風光真好啊！有船只，水面倒映着光線，還有這種類似垂楊柳的樹。歷史性的時刻，我們終於抵達了瓦薩沉船博物館，門票是195塊錢。好，各位，接下來的畫面呢將會非常震撼。Ladies and gentlemen，為你介紹瓦薩號戰艦。我靠，天啊，太巨大了這艘船！那這艘戰艦是在1628年啊，17世紀那時候蓋好了。那時候瑞典國王想要建造一艘震驚全世界的戰船，但是呢，也就因為如此啊，他把它造得太巨大了，所以出航的那一天呢，首航及中航航行不到1海里左右，被風微微一吹啊，整艘船就倒掉了啊，就沉到了海裡面。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呢，就是17世紀當時的戰艦的原型就是這樣子，沉沒了300多年之後呢，直到近代才被打撈起來啊。這些呢是那個螺栓，就是拴住船體的這個結構。那當時1961年打撈上來的時候呢，已經全部都生鏽了，所以說它為整艘船都換上新的這個鉚釘。然後因為航行的時候呢，下面這個啊，往往會被海水蓋過去，所以說它的密封都做得很好。那有個特色就是呢，當你要攻擊別人的時候，炮口打開，所以出現這個撕臉啊，不止
用炮攻擊你，還順便嚇唬你一下，說我這門炮是獅吼炮。那船首前面也有一個小區域，它會在那邊放一張帆，那主要是在控制方向的。然後船尾這個地方，我們很常在電影啊，或者是這裡可以看到裝飾很精緻這個碉樓。但是他說呢，其實這個沒什麼作用，因為裡面太窄了，羞虧啊，那邊連一個人都沒辦法站。但是呢，這裡有一個射擊孔，我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射擊孔？就是如果有一些敵人他是划那種小船，想要搶登上船的話，那個大炮射不到他嘛，那他就會有一名槍手就可以蹲在那個位置。在那邊狙擊別人，蓋這艘船蓋得要死要活，結果出航1天就沉掉了，真的是哇！在這個船尾很精緻啊，這艘船後面這個雕刻的重要性不亞於它的大炮。意思就是說，不見得每個人都有讀書嘛，就不見得每個人都能了解這種希臘、這種北歐神話，但是呢，每個人都能看得懂，那這是雄獅啊，那個是瑞典國王的象徵啊，也算是一種權威的展現。那這個呢，就是整艘船上面最小的帆。哇，這個是炮口啊！前面這個是船上的大炮，那大炮上面有2個提把，方便你呢可以把它提起來。然後它操作模式是先把這個火藥給它塞進去，用這根長桿，這樣給吐雷的地方啊，吐雷之後呢再放炮彈，而且呢，你看它這裡有4種不同的炮彈哦。然后這個應該是在打那個敵方戰艦桅杆的炮彈，它塞進去的都是個圓形，打出去的話就會分開，然後一直在那邊轉，它就可以把那些桅杆啊摧毀掉。然後這有個有趣的事情，就是理髮師呢就剪頭髮了，他也負責包紮啊，負責醫療、處理傷口啊，甚至他還能截肢和拔牙哦，都是由理髮師在負責的。以前的理髮師就搞這些東西，所以說我們現在去那個理髮部不是都會看到門口有一個彩虹的東西在那邊轉來轉去嗎？那以前呢，就是他也是進行這些外科手術的人所放的東西。那沿用至今呢，他現在理髮師他也用同樣的。然後他這有寫當時船員的薪水啊，一般的水手呢年薪是57塊錢，那57塊錢等於4馬克和32分。然後呢，一雙靴子是6分，那我們來換算一下，一雙靴子是6分，那等於$1可以買5雙靴子。那一双靴子以當今我们來算，靴子的話2000塊錢好了，因為他們買的靴子可能不是什麼 Timberland， 可能就一般的靴子2000塊錢，那換算下來呢，等於一年可以買250雙的靴子，总共年薪15萬，就是以当今的物價算的話呢，他一年的薪水差不多是50萬塊。船長是他的9倍，所以船長的薪水相當於現在是450萬左右。然後呢，打到上岸之後，當然不是這麼完整，他花了10幾年的時間把它整修啊，然後把它拼裝起來。你看下面那還有工作人員呢，哎呦，這個修復工作已經進行了60年了。你看幾代的人都把他的畢生心血耗在這個船上面。我們現在在這裡斯德哥爾摩，然後我們過2天呢要坐船去土庫，就是現在有些 Apple 那個地方。那這個呢是但澤，就格但斯克，它就稱但澤。那我們上次去的呂貝克在那裡 Lübeck 哥本哈根，丹麥哥本哈根，我們就從這邊一路來到斯德哥爾摩。後面這一棟呢就是北歐博物館啦。那我們體力已經耗盡，沒辦法再逛了。現在呢要去市中心找東西吃。上面那好像是一個觀景台，對吧？那是一個觀景台吧？這個怎麼上去啊？我們這個是無高不登，走上面風景比較好。然後我們要一路爬過去那個我們剛看到那個地方，跑步帶殺聲，殺，怎麼殺這麼慢？各位，用生命在錄影。我們現在總算體驗到了為什麼那時候要建成在斯德哥爾摩這個地方，因為這裡是一個天然的良港，它四周有這種比較高的山坡，便於防守和瞭望，然後它的港灣就收在裡面。既然有人住在這個地方，你家住在這邊，
然後你早上睡醒是看到這種風景。如果你有懼高症的人，不要走上來這邊。坦白說有點恐怖啊。來，帶大家體驗一下。怎麼樣？大家有體驗到了嗎？Ladies and gentlemen，斯德哥爾摩的港景太漂亮了，這裡。美好的畫面送給各位觀眾朋友，祝大家呢平安順心。好，各位重頭戲來了！前面這棟看起來非常厲害的啊，不是博物館嘛，不是什麼大飯店嗎？一起菜市啊，竟然去個這水的菜市啊！我靠，裡面太精彩了！走。哇，這個真的是我看過最華麗的菜市場之一啊！這菜市場裡面好有氣氛，好有情調。哦，這個是我們在安特衛普的魚市所看到的那個鱈魚，好大只哦！這一只我看4公斤左右，這一只。哇，佛洛丁起司蛋糕，哎，看起來很厲害。還有一個重頭戲，甜點。哇，這包裝真是樸實無華，就這樣直接打開，沒有什麼一層膜什麼的都沒有，有類似布丁那種東西是不是啊？奇怪嗎？